我的出差报销单又被打回来了，理由是公司规定招待客户预算500，而我花了5000。财务张姐表情为难的开口：“你那个实习生举报你违规挪用公款吃喝，那天总监也在，我想帮你也没办法。”实习生直视着我的眼睛：“姐，我也是为公司考虑，你不遵守规定，就是要付出代价。5000块只能算我自己倒霉，我这大半个月算是白干了。”实习生刚出校园，还是学生思维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我能理解，可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公司规定出差只能坐高铁，他却买了机票，这算不算违规？我站在办公室里，脸上冒出了冷汗。张姐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，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心上。5000块钱足够我爸买1个月的药吃了。我看向不远处一起来报销的实习生方新月，脑子空白了一瞬间。我不明白，因为她和我一个学校毕业，算是我的学妹。自从跟着我，我就对她照顾有加。给客户点的那桌价值5000块钱的海鲜大餐，他自己也吃了。要说违规，那也是我们一起违规。这5000块再怎么说也不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，凭什么他就举报我一个人？既然他要举报我，那我也不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张姐，请客户吃饭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这一桌子菜方新月也吃了，这钱应该我俩平分。角落里原本脸上挂着笑的人突然僵住了。我没有，你这是污蔑！我知道违反了公司规定，所以一口都没敢吃。方心月下意识开口否认，声音又尖又利。我面无表情看着他，问：“你确定？”他的眼珠子转了2圈，似乎是在思考我手里有没有证据，但很快他又用力的点头。我确定，我就只喝了点饭店提供的免费茶水，海鲜碰都没碰。我桌上打印出来的报销文件又翻了一页，是我和客户王总在饭店的合照。照片的一角，方心月正张着嘴，往嘴里送一块又一块的龙虾肉，就连他面前的骨碟也堆满了螃蟹壳、虾壳。这能证明了吧？方心月的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，谎言被当场拆穿，他的嘴巴张了张，但是什么都说不出。公司规定见客户必须拍照留痕，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让服务员帮我和客户拍了几张照片，也多亏了我遵守规定，才不至于自己吃了这个哑巴亏。张姐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赞许，一锤定音：这顿饭5000，你们俩一人2500，从工资里走。我和方心月一起从财务办公室离开，他眼里多了几丝怨恨。你这是报复，那些菜都是你点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凭什么扣我的钱？我看着他愤怒的脸，只觉得十分陌生。我是把他当亲妹妹看待的，他刚来的时候还没发工资就没钱了，我主动给他转了1000块钱，让他撑到了发工资。2个月前，他半夜被前男友上门纠缠，慌得连报警都忘了，也是我开车赶过去和帽子叔叔一起救了他。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他居然会背刺我。还有更多违规的事我还没说呢，需要我去张姐那说清楚吗？方心月皱眉，语气有些不耐。还有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公司规定，出差只能坐高铁。可是我们坐的可是飞机，那是因为经济舱比高铁票更便宜，我这是为公司省钱。当时你也同意了，谁能说我？我没再说话，反正怎么说都是他有理。我转身往老板办公室走去，他在背后向我喊话：“姐，我都是为公司好，你也是公司的一份子，应该可以理解我吧？”我没心情搭理他，可是这2500块钱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个客户王总，我跟了好几个月，打听到他酷爱吃海鲜，为了拿下他，在最豪华的海鲜餐厅订了一桌。也成功拿下了这份价值300万的合同。我敲响老板的办公室门，将我的诉求告诉了他。财务也真是不懂变通，这么重要的客户，别说是吃5000了，就算是5万，那也是应该的。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刚准备放下，却又被他的下一句提了起来。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你确实是违反了规定了。我今天要是放过你，以后其他员工也犯错，我还怎么管理？老板的话十分理直气壮，似乎是已经忘了正是因为我违反了规定，客户才能跟我们合作。念在你是初犯，这次我放你一马，扣你500块钱，小惩大戒。我一口气堵在心口，上不去下不来。500块钱虽然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冤枉。见我站在原地不说话，老板斜了我一眼。怎么，你不满意？现在大环境不好，你也理解我一下。现在外面挣钱可不容易，我听说你爸还生着病要吃药吧？威胁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我指甲掐进肉里，咽下这口气，挤出一个笑。谢谢老板宽宏大量，我以后一定遵守公司规定，好好工作。他摆摆手，出去吧。回到工位，我继续开始工作。方新月时不时偏头看我一眼，见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又转了回去。公司有一套成熟的八卦系统，还不到下班的时候，今天发生的事就传遍了每个同事的耳朵里。平时出差见客户，哪有不违规的？规定差旅费每人300，但是碰上节假日，翻倍都是有可能的。公司规定笔记本电脑不能外带，但是为了工作，大部分同事都曾经把电脑带回家过，只要离职的时候还回来就行。规定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，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都对这些合理的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就偏偏来了个要守规矩的方新月。到下班时间后，平时都要加班的我破天荒的到点打卡下班，毕竟要遵守公司规定嘛。再说了，这个方新月惹不起，
我还躲不起吗？从那天之后，我彻底无视方新月，不再帮他处理工作中遇见的问题，犯了错也不再帮他擦屁股，否则要是在帮他的时候又违反了公司的哪条规定，被他告上一状，我可真是得不偿失了。老板说的对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找工作难，我要珍惜。方新月意识到了我对他的疏离，大学生的骄傲不允许他低下头来向我道歉。不帮就不帮呗，说的好像我离了你不能工作了似的。再说了，本来就是你先违反规定，怪谁啊？他瞪了我一眼，在工位上小声的蛐蛐我，我充耳不闻，继续专注眼前的工作。他见我不搭理他，转头拿起文件去找其他同事了。举报这事还没几个人知道，同事也有些奇怪，平时那么要好的我们怎么突然冷淡了？平时有我的帮助，方新月是这一批实习生里最优秀的，好几个同事都跟我抱怨他们的实习生笨手笨脚的，什么都做不好，眼馋我手底下的人。现在他主动投诚，他们自然是热烈欢迎了。到了午饭时间，同事把手机递给我，问我要不要一起点外卖，正好今天中午食堂做的菜全都是我不爱吃的，我立刻在同事的手机上下单，又把钱转给了他。过了会儿，外卖到了，我刚打开吃了2口，方新月就冲了过来。周一兰，公司规定不能在办公区域吃外卖，你违反规定要罚款。我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，我在这家公司工作8年了，点过的外卖没有1000也有500，以前从来没人说过这话。方新月脸上带着大快人心的笑容，似乎是在为这几天我疏远他报仇，所以就算是公司这么多人都在吃外卖，他也只看我一个。外卖都是同事一起点的，你只说我一个，是公报私仇，破坏公司团结。你对我有什么怨恨，可以找我私下交流，但是你利用公司的名义寻仇，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方新月毕竟比我在职场上少混了这么多年，一顶大帽子扣下来，他瞬间慌了。我没有，你们所有在公司吃外卖的我都拍照了，一会儿就发给老板。原本还在看好戏的同事瞬间急了。方先生，你有病啊！装什么纪律委员？不让我们吃外卖，我们哪来的力气工作？你还是小学生啊，这么喜欢打小报告。这些愤怒的话语并没有让方新月退缩，反而让他更加洋洋得意。公司的规定就在这儿，你们这些老员工连我一个实习生都不如，交罚款也是活该。同事们气得咬牙切齿，却也不敢上前将他的手机抢过来。有几个跟老板关系好的小声道：老板自己都吃外卖，他不会说什么的。这下同事也放松了下来，坐回位置上自己吃饭。下班前，公司通知群里多了一条消息，以后外卖不能进办公区域，违者罚款50。这个群是禁言群，同事就算有不满也没办法反驳。办公室的氛围瞬间冷下来了，工作也都是怨声载道的。下午我和客户约好，准备去见客户出外勤，没走几步又被方新月拦住。你干什么？早催按旷工处理。我见客户已经跟老板说过了。我绕开他继续往前。见客户，男的女的？我耐心已经耗尽，跟你无关。你不说是不是跟男客户见面？公司规定见异性客户必须是2个人及以上，你一个人去，是不是有别的心思？我站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瞬间涌入大脑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平时他说我违反公司规定，我都忍了，可是他造我的黄谣，我忍不了了。我举起手机对准他，抬高声音：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。你敢说你说一切都是事实吗？你敢说我就敢报警？但是你要是一句话都不说，那就是造谣诽谤，一样要负责。你说。我就是合理猜测，明明就是你先违反公司规定。这些话留着去跟帽子老婆说吧。同事看见我们闹起来，纷纷上来劝阻。办公室内的老板也走了出来。小周去见客户是我同意的，你捣什么乱？赶紧道歉！小周，你别跟他一个不懂事的实习生计较，客户还等着呢。我心里的讽刺达到了极点，他压根就不关心这件事的对错，只是不想失去客户。可我这次不想妥协了。客户派其他人去吧，我今天被他刺激了，状态不好，一会儿要是在客户面前，说不定会发疯，说点不该说的。他违反公司规定，我只是指出来了而已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好，你们一个个的净给我找事儿！老板气得要跳脚，还不忘叫来另一个同事代替我去见客户。小芳也没说错，之前你见客户都带着他，你一个人去就是不符合公司规定。你回去给我好好看看公司规定章程，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我愣了几秒，随即笑出了声。行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看。你干得很好，为公司做贡献，不枉我教你这么久，继续努力啊！那还用你说？我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提交了休年假的申请。年假这种小事，上面很快就给我通过了。继续留在公司，方新月一定会继续挑我的错处。与其每天担惊受怕，不如回家休息几天，彻底避开他。知道我要休假，方新月趾高气扬来到我的位置。老板说了，把你的客户名单给我，我来接触。我照做，把名单发给了他，并且提醒记得遵守公司规定。回到家，我爸做好了喷香的饭菜在等我，饭菜的热气熏得我眼睛又酸又胀。休息的几天，我彻底屏蔽了公司的任何消息，谁给我发我都不回，没有休息时间处理工作的义务。晚上我睡得正香，枕头旁边的手机响个不停，我看了一眼，发现是陌生来电，就直接挂断。可这通电话似乎十分紧急，又接着打了7、8个，我这才不紧不慢的接通。周玉兰，你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了？不然老板为什么要开除我？明明我是为了公司好。我听着对面愤怒的声音，不紧不慢翻了个身。规则是老板定的，遵守和违反也只是老板一句话的事。他一个底层员工，不想着争取自己的利益，反而帮着老板一起压榨同事，背叛自己的阶级。
这种人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想起来他当时来找工作时的简历，上面写着他曾经在学校的学生会担任过职务，这是把以前在学校的那点官威转移到职场上了。可惜职场可不流行这一套，认死理就会吃大亏，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啊？但是我想这些话跟他说了，他也不会听，所以我直接挂了电话，将手机关机，继续睡觉。过了2天，我的休假结束，重新回公司上班。方新月坐在工位上，低眉搭眼的，同事凑上来，语气里是压抑不住的兴奋。你休息这几天，你这个实习生可干了件大好事。方新月接手了我的客户，依旧遵守公司规定，请客户吃饭，把餐标严格定在500元以下，请客户讲究一个排场，要想找到一个既体面还便宜的地方，那可不容易。这不，一不小心就把顾客吃进医院了。和他一起的男同事也是上吐下泻，连路都走不动了，而他不知道是因为吃的少还是什么原因，一点是没有。客户让方新月送他去医院，他立刻一蹦3尺高。不行，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能单独和异性客户待在一起，你自己打车吧。这把原本就腹痛的客户更是气得差点吐血，男同事忍着剧痛，叫来了一辆救护车，把他们俩送去了医院。方新月这个罪魁祸首就这么拍拍屁股回家了。等老板知道这件事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老板火急火燎带方新月去医院给客户赔罪，还答应医药费全包。客户虚弱躺在病床上还没说话，方新月又跳了。报不了，老板，这是私立医院，公司规定医药费报销必须是公立3甲医院才行。老板在现场脸都绿了，客户也不是缺那点钱的人，当即就决定永不和我们公司合作，还把老板直接赶出了病房。私立医院的走廊安静的连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能听见。老板此刻像是一头愤怒的老牛，急促的呼吸声在走廊回荡。方新月根本没放在心上，我给他的客户名单那么多，丢了这一个，还有下一个。这客户真麻烦，一包魔奶舒散就能搞定，非要来医院。幸好他们来的是私立的，不用报销医药费。老板，我可又给公司省钱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带客户去的什么破餐厅，把人吃进医院了，你还给我多嘴？你是不是别的公司派来的间谍，故意整我呢？你马上收拾东西给我滚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方新月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明明是做了件好事，结果却要被开除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开除我？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。狗屁制度！老子说的话就是制度，给我滚！你不能开除我，除非给我赔偿。你把我客户都气走了，还有脸要赔偿？我每一步都是按照公司制度办的，没有错误。你这就是无故开除。老板被他这逻辑气得不轻，恨不得让他立刻滚蛋。开除方新月要给赔偿，不开留着他继续祸害公司，那更不行。但他是老板，要针对一个小小实习生，有1万种手段。之后几天，方新月依旧照常来上班，可他能感觉到公司里像是竖起了一堵无形的高墙，将他和其他人分开。同事们无视他，老板针对他。他上班时间用手机联系客户，被老板抓到违反公司规定，上班时间玩手机扣工资。他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工作，老板说他将公司财产外贷，泄露公司机密，扣工资。实习生1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，几天下来还得倒贴公司一笔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爆发了：我不干了！你这是故意针对我，我走总行了吧？老板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领导最想看见的就是下面的员工互相勾心斗角，你害我，我害你，这样他们就没时间研究怎么往上爬，取代他的位置。我们这些员工都只是他手底下的棋子而已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就算他玩了半辈子鹰，也总有被鹰啄眼这一天。方新月正在气头上，直接收拾好东西就要离开，同事们也都巴不得他走。办公室还多了些欢快的声音。路过我工位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眼。我没做错什么，是你们孤立我，我是被你们逼走的。我没说话，面无表情看着他。遵守规则固然是好的，如果真的遇到不平事，他这种精神正是最珍贵的。但前提的是他自己行得正坐得直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方新月走得突然，老板对他有气，实习证明都没给他开，没有实习证明，学校就不会让他顺利毕业。他在出租屋里伤心了几天，父母知道这个消息，也只能唉声叹气。我和你妈都是农村人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实在不行，你提点东西去跟领导说情，让他把你收下，没工资也没关系。工作最重要的是收获经验。一通电话下来，一点帮助没有，竟给自己添堵了。之前他得罪了客户，这是在圈子里传了一圈，把他当笑话看。要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实习，难啊。他四处找同学老师帮忙，最后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个公司，只要基本条件符合就能入职。为了拿到实习证明，他只能病急乱投医，进了这家以黑心著称的皮包公司。刚进去，老板就告诉他，实习生没有工资，并且还要无偿加班。实习是我们给你就业的机会，你们应该感谢公司，而不是反过来要求公司给你们发工资。这些他都忍了，可是进去之后，还有更恐怖的事等着他。这家公司对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吃饭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，吃饭10分钟，上厕所5分钟，并且还在每个员工的工位上加装了监控，只要有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回来，就会被罚款。有一次他只是拉肚子多跑了几次厕所，竟然就被老板叫去办公室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并且还让他加班几个小时把时间补回来，简直比缅北的诈骗园区还要恐怖。而且因为他是新来的，公司的老员工都欺负他，把所有的活都丢给他干。这里的同事每个人都像是冰冷的机器，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工资，遵守着严格的规则，丝毫没有人的感情。
这曾经是方新月所追求的遵守规则的理想公司，可是当他真的身处其中之时，却只感受到彻骨的恐惧。好几次他都因为手里的工作太多，直接睡在了公司里。每当他稍微提出反抗，公司就会拿着实习证明威胁他。晚上所有同事都下班后，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。他又饿又累，眼泪也不自觉流了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他内心终于钻出了一丝悔恨。如果当初他不举报我，那我依旧是他的好前辈，帮助他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。如果当初不遵守规则得罪同事，那他也不会被赶出公司，沦落到这个地步。这一丝悔恨就像是星星之火，在他心里慢慢燃烧，迟早有爆发的这一天。3个月的短期实习，每一天都像是度日如年。方新月瘦了20斤，脸色蜡黄，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在工作的时候，竟然直接晕倒了。周围的同事因为害怕被摄像头拍到擅自离开工位，都不敢上前施救。他就这么在地上躺好几个小时，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醒了过来。医生告诉他，他这是猝死的前兆。再这么卖命的工作下去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躺在病床上，眼泪打湿了他的枕头，看着医院的天花板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味迎合规则并不会获得平等和尊重，因为规则永远掌握在制定它的人手中。恰好我带着我爸来复查，在医院的走廊上碰上了他，2个人对视的瞬间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周姐，好久不见。他开口喊我，嘴角扯出一个尴尬的弧度。我朝着他点头了一声，就算是打招呼了。我扶着我爸慢慢走出医院，到停车场，他追了上来。周姐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就占用你2分钟，我就想跟你道个歉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已经知道我之前有多蠢了，我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我进了一个黑心公司，他们不把我当人看，我就算是死也要拿到实习证明。我知道我回不去了，这些都是我活该。看着他抹泪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，人无完人，他的确犯了错，可是罪不至死，要我眼睁睁看着他被那个黑心公司摧残致死，我做不到。别哭了，你说的对，你现在想回来是不可能了。我不是老板，帮不了你，但是我有其他办法拉你一把。第2天，方新月就出院了，回到了公司，但却不是回去工作。这一次，他主动打破了规则，找老板谈判，索要医药费。起初，老板被他这天真的想法搞得哈哈大笑，还倒打一耙：“你耽误公司生意，谁赔我？还想要医药费，门儿都没有！”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。他也硬气了起来，一拍桌子说：“我不干了，我还要上网曝光你们这些黑心黑老板！”老板闻言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，他阴沉着脸，锁上了办公室的门，问：“你要是敢在网上乱说，我有1万个办法弄死你！你可别忘了，入职前你填了信息登记表，你爸妈的信息我都知道。”方新月毕竟是学生，听到这话心里产生了一丝胆怯，但是他还是强撑着开口：“你压榨员工，违反劳动法，我要把你发到网上，让广大求职者避雷你这个垃圾公司！你发一个试试！”话音刚落，老板就露出他野蛮的真面目，重重扇了他一耳光，这一下差点把他的牙齿都打掉。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一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威胁我？方新月拿出手机对在老板面前，制止了他的行动。手机上的画面显示，他正在直播，刚刚老板丑陋的嘴脸和公司严苛的工作环境全都被直播了出去。实习证明我不要了，你这样黑心公司倒闭吧！帽子叔叔也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入，将老板逮捕。直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方新月的讨薪视频在本地社交平台冲上热搜，播放量破100万。劳动检查部门第2天就上门，瑞进科技被查了个底朝天，但那个王老板很狡猾，他提前转移了资产，公司账上就剩几千块，最后只被罚了点款，公司注销了事。方新月收到了几个前同事的私信感谢，有个被拖欠3个月工资的工友说：“妹子，谢谢你，虽然钱没拿回来，但看到那混蛋被抓，解气。”但他也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：“你毁了我，我记住你了，是王老板。”方新月删了短信，但手在抖。那晚他做了噩梦，梦见王老板带着人砸他出租屋的门，惊醒后浑身冷汗。凌晨3点，他爬起来把房门反锁，又用椅子抵住。天亮后，他去劳动监察大队补交材料，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，递给他一杯水。你那个直播我看了，挺勇敢的。方新月捧着纸杯，热气熏灼眼。我就是没办法了，很多人没办法就认了，你选了条难的路。走出大厅时，阳光刺眼，方新月眯起眼睛，第一次觉得，那一耳光或许不完全是坏事，至少让他知道，有些架值得打。但真正的系统之恶，他很快就会见识到。他帮刘杰讨薪成功后，信心大增，开始在线上为更多劳动者提供咨询。他遇到了一个完美案例，李姐怀孕6个月，被公司以结构调整为由辞退，没给任何补偿，证据齐全，法条清晰。方新月陪李姐走完所有程序，仲裁胜诉，法院支持，但公司拒不执行。申请强制执行时，发现那是一家空壳公司，法人是个70岁的农村孤寡老人，名下只有1亩3分地。李姐拿着胜诉判决书，在法院门口蹲着哭。那我这大半年为了啥呀？方新月站在旁边，一个字都说不出。阳光很好，判决书上的字很清晰，可那些字换不成李姐的房租，换不成产检费。规则赢了，人输了。那天晚上，方新月在出租屋的墙上写了句话：程序正义的尽头，可能是结果不易的废墟。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，然后打开电脑，搜索劳动仲裁调解员报考条件，
我在方新月直播事件3个月后跳槽了，新公司叫启明科技，规模不大，但薪资比前公司高30%。我带着手里几个核心客户资源过去，总监林总很看重我，前老板陈总打电话挽留。小周，何必呢？我给你加薪，跟那边一样。陈总500块钱的事儿你还记得吗500？什么500？我爸的医药费，你拿这个威胁我的时候就该想得有今天。就为这点事儿，周后期你挺记仇啊？对，我记仇。我挂了电话，陈总后来又发短信，你给我等着。我没回。陈总后来又发过一条短信，很长，先是打感情牌，说8年情分，接着暗示行业很小，你最好别犯错。我没删，截了图，和之前他威胁我你爸还生着病的聊天记录存在同一个加密文件夹里，文件夹名字叫学费，职场8年，我交过最贵的学费就2条，一是别把同事当亲人，2是留痕。方新月教会我第1条，陈总教会我第2条，职场不是过家家，走了就是走了。启明科技氛围不错，至少表面上。我的新搭档是个实习生，叫赵小雨，大家都叫他小赵。我对方新月有阴影，一开始很防备，但小赵不一样，他学得快，眼里有活，最重要的是他懂规矩，不是贴在墙上的那种规矩，是打工人的规矩。我来公司的第2周，谈下一个新客户，林总很高兴，开完会把我留下。小周，你前公司那边最近是不是在竞标速达物流的项目？是，听说他们在准备。你跟那边熟？